因为那些情商书里净教你点没用的招儿。有一个书里教我说，你说话的时候，你要停6秒。我说停6秒，就我这脑子话停6秒，我都忘了。而且说话怎么停6秒呀？别人问我说你叫什么名字，我情商智商都没了。但我现在真的不理解，我觉得很多人对自己情商要求有点太高了。我甚至看到网上有人问，如何高情商吵架？我说吵架最重要的是高情商吗？啊，吵架最重要的那不是低素质吗？我最近发现啊，我这个人就是情商很低，经常嘴比脑子快。前两天我看见一个演员，他鼻子长得特别好看，我就想到一个绝妙的夸他的方式。我说：“你这个鼻子，是不是做的呀？”他说：“是。”我说：“我是不是太冒犯了？”他说：“是。”我赶紧跟他说：“对不起，我是想夸你。”他说：“没事儿，我不在意。”我说：“我不信。”这就是我夸人的时候很鲁莽，道歉的时候我又很鲁豫。我工作的时候情商更低。前两天我去一个公司演出，结束了一起吃饭，旁边人我都不认识，我就开始给他讲红酒。讲完我问他，我说：“您是哪个部门的？”他说：“我是副总裁。”你们有人给领导上过课吗？有人给甲方爸爸当过爹吗？你知道当时有多尴尬吗？就一个老板在饭局上，没有人给他敬酒，只有我在教他品酒。就他平常参加饭局都是，哎，张董、李董，然后到我这儿，这个你懂不懂？更尴尬的是，他说完他是副总裁之后，我说副的呀，副的那更该学了。我真不知道我情商为啥这么低。我明明看过很多那种提高情商的书，但是没有用，没有用，书到用时方恨没有用。有点意思。因为那些情商书里净教你点没用的招儿。有一个书里教我说，你说话的时候，你要停6秒。我说停6秒，就我这脑子话停6秒，我都忘了。而且说话怎么停6秒呀？别人问我说你叫什么名字，我情商智商都没了。有一次我试了这个方法，我录那种带观众的播客，我说话停6秒，台上6个主播，我根本插不上话。后来视频放出来，都有人问为啥这个观众要坐在台上？真的没用，很多情商书都很水。我买了本黄渤老师的情商书，叫《黄渤的说话之道》，作者是张孝恒。我估计黄渤老师都不知道他有这本书，我估计他看到这本书都得说什么说话之道，我不知道呀。这本书的内容啊，就是整理了黄渤老师之前说过的话。上一次我看到这样的书还是《论语》。这全书第一句话就给我震撼了，说在这个看脸的时代，黄渤没有帅气的外表，没有挺拔的身材。情商书第一句就没有情商。我说这玩意儿我已经会了呀，根本就没用。网上还经常给我推各种什么高情商话术，说你真是太厉害了，这个点子相当不错，这个方法我试了，特别像阴阳。有一次发完工资，我说老板，这工资也太多了吧，这怎么能花得完呀？这些方法都没用，所以我现在也接受自己情商低了。但我现在真的不理解，我觉得很多人对自己情商要求有点太高了。我甚至看到网上有人问，如何高情商吵架？我说吵架最重要的是高情商吗？啊，
吵架最重要的那不是低素质吗？没有人吵完架说，哎，那句话也太难听了，我情商也太低了。所有人吵完架都是那句话那么难听，我咋忘了说了？真的，我觉得不用逼自己高情商。其实我觉得情商低也挺好的，因为情商低的人我们都很真诚，对吧？你看那些情商高的人，从来都不跟你说实话。我有一次去演出，有个人情商特别低，直接跟我说你牙上有菜。然后突然想起来，刚才有个高情商的人跟我说，你今天的笑容很特别。真的，其实我觉得情商低真挺好的。情商低，你还更容易让别人相信你。你看那些，比如说跟领导表忠心，那些情商高的人就很难，对吧？你看关羽还得说但凭驱使，绝无二心；诸葛亮还得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张飞只需要说俺也一样。我觉得真的不用逼自己高情商了，因为很多成功的人，他要是情商高了，他就成功不了了，对吧？你看，如果鲁迅见谁都夸，他成不了伟大的作家，对吧？如果乔布斯好说话，他也做不出伟大的企业；如果翟佳宁不爱骂人，他能当冠军吗？如果我没有教副总裁品酒，那该有多好！先这样，谢谢大家消耗。电影节目组给我们准备衣服啊，我发现很多衣服我都不敢穿，比如说我就不敢穿短裙，因为我害怕别人说我腿粗。其实也没多粗，就是不细。我可以给你们看一下。你没看清，你们再看一下。对。啊，你们很善良啊，好 ，OK，对我从来不敢露腿，所以对我来说，我的腿已经成了我的隐私部位。就对我来说，刚才的表演已经擦边了。有些衣服我不敢穿，有些衣服我不想穿，比如说我就不想穿胸罩，别害怕，我现在穿着呢。我不想穿是因为我前一阵体检得了乳腺结节，医生跟我说穿胸罩不利于血液循环，每天穿的时间最好不要超过8个小时。我说8个小时，谁能下班啊？我不可能上着班。领导正跟我谈话呢。我说，哟，8小时了，我的胸罩下班了。解脱了。而且夏天穿也很热。对吧？女生知道，几乎所有内衣里边都有一层厚厚的海绵。我夏天出门换衣服的时候，我都觉得有点对不起我的胸，我都想跟他们说，胸大胸二啊，难为你们了。今天外边太热了，来把棉袄穿上吧。除了很热，也很麻烦，有时候晚上出去扔垃圾都得穿胸罩。有一次我觉得真的很麻烦，所以我就干脆戴了个口罩。我觉得如果人只需要穿1件衣服，就是口罩。我甚至都可以只穿口罩。我打网约车就没有司机找不着我。司机说：“你穿的什么衣服呀 ？N95。”我试过很多方法，怎么可以不穿？比如胸贴，但胸贴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就是出汗容易掉，所以我在台上从来不敢戴，我怕我在台上掉装备。我还得赶紧跪在上面说：“这是我护膝。”胸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时候我会过敏。人多我又不好意思挠，我就只能捶胸脯。
有一次我看中国新说唱，我说 rapper 肯定带了。打招呼都是 Hey yo bra。我就特别羡慕有人敢不穿。我之前在网上看到一个女生没有穿，我很佩服她的勇气，但就有人评论她说她这样扰民。我说她怎么就扰民了啊？她是在街上扫射别人吗？如果你觉得她扰民的话，你可以报警，对吧？你说警察这里有人扰民，警察说有噪音吗？什么噪音？是我脑子里肮脏的想法。他怎么就扰民了啊？如果不穿内衣扰民的话，那光膀子大爷是不是至少应该判个无期？同样都是不穿，你为啥不去评论一下光膀子大爷？好看，爱看，想谈。就是不想穿内衣这个事情，除了网友不理解，很多父母也不理解。有一次我跟我妈说我不想穿，我妈说正经人哪有不穿的？我当时我都变成那英了，我说这简直就是危言耸听。我妈还跟我说穿内衣有好处，她说穿内衣是为了保护女性安全。我说怎么保护啊？把里边钢丝抽出来把坏人扎死吗？内衣要是能保护女性安全，怎么没有人去庙里求个平安照？送给朋友说特意给你求了个祭照杯，保佑你逢凶化吉。记得一定要罩在头上，那才真正的好兆头。第一次听说内衣能保护女性安全，怎么坏人最怕的是内衣吗？啊，两个流氓正要骚扰一个女生，女生调整下肩带，流氓说快跑有胸罩，咱俩分开跑，他一个能扣俩。我妈还跟我说穿内衣有好处，可以防止下垂。她说你看内衣广告说了，我们这个可以防止下垂，能够对抗重力。我说对抗重力。这么厉害的科技，咋不用来发射火箭？回头采访马斯克说：“您登陆火星的秘密是什么？维多利亚的秘密。”对，其实我说了这么多，我就是希望女生穿衣服能少一点束缚，多一点自由。本来我想说的话还有很多，但是我今天从出门到现在已经8个小时了。光挂瑜伽裤，汪峰演唱会就挂皮裤。还穿长裤，啥事儿没有？这句话好像长裤的广告呀。穿长裤啥事儿没有？经常用脑就穿6条长裤。穿长裤他好我也好，我去渣渣会是兄弟就穿1条长裤。当时他还狡辩，他说这真的不能怪我。他说你看穿短裤露出美腿，就是会激起人的欲望吗？你感觉对于这些人来说，你穿的再多都能激起他的欲望，对吧？你穿个瑜伽裤，你的美臀激起了我的欲望；你穿个长袖，你的锁骨激起了我的欲望；就算你穿成个木乃伊，你的神秘激起了我的欲望。我当时看了看他相册，我说怎么腿脚腰都能激起你的欲望啊？你是不是看见肉就能激起欲望？那你要这样的话，你还能吃猪脚饭吗？哎呀，这个狱卒啊！去买鸡蛋灌饼，老板不要火腿会激起我的欲望。就对他来说，烤鸭店那就是夜店。看见吊炉烤鸭在那转，妈呀，钢管舞！我觉得这些老法师，你们要非要拍的话，可以拍点喜欢偷拍的，对吧？你们可以互相拍，对吧？老韩腿也是腿嘛。你们要是拍不好，我可以帮你们，对吧？回头我也建个账号，就叫街拍大爷。
那朋友们喜欢老头的有福啦。到时候我就专门偷拍大爷偷拍，就叫大爷上班路透。4K 无水印高清大爷。回头我再开个摄影展，我还会去现场讲解。我说大家好，我叫小海 ，A.K.A 安福路站姐。大家来看这张照片，大爷长得多好看啊！看这脸包头，这高谢顶，看这张大爷身材多曼妙，看这核桃臀，这老蛮腰。要是有人问说你这样会不会侵权了呀？他们都穿长裤了，啥事儿没有。这个摄影展的名字我也想好了，就用我的名字命名，就叫《老人与海》。谢谢大家，小海。大家好，我叫小海。谢谢。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说出来又如何？其实很多事儿我说不出来，因为我是一个特别怂的人，生气了我也不敢说。之前老板要给我降薪，我鼓足勇气，我给老板发微信，我说为什么要给我降薪？老板说公司不挣钱。我说好的，波浪号。但其实我心里全是星号。老板还跟我说，你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情绪稳定，但他不知道我最大的优点其实是骂人不出声。我经常想在心里跟别人说出那种特别刻薄的话。有一次我坐飞机啊，我特别想睡一会儿，但我周围所有的家长都在给孩子上课，我后边家长在教孩子学英语，左边在教飞机原理，前面在教古诗词。我说原来空课的意思是空中课堂。我都感觉我坐的不是航班，这就是个实验班。我坐第一排，给我发饭我都不敢吃，我怕他让我往后传。我坐那儿我都不敢打开遮光板，我怕我一打开班主任在那趴着呢。然后所有的孩子都在公放pad，我看这些孩子，我觉得他们不应该学知识了，他们应该学人生的真相。我就想跟他们说，我说努力就能成功吗？别做梦了，你让阿姨做会儿梦吧。你知道你为什么现在还得这么卷吗？是不是因为你在经济舱？你去头等舱看看，那帮人早就躺平了。还有那个学飞机原理的，你长大也不会坐驾驶舱，因为你看pad太多，已经戴眼镜了。还有那个背古诗的，你背这么多诗，以后想当诗人吗？当诗人有用吗？现在中国最有名的诗人在卖牛脆脆。所以你们也看出来了，我情绪真的不是很稳定，我只是不想让别人看出来我疯了。但前2天老板看出来了，因为有一天上班我心情不好，没有化妆，老板跟我说，你上班怎么都不化妆呀？我说没钱怎么化妆？没玩过游戏吗？不充值哪来的好皮肤？然后老板跟我说，哎，咱们有事说事儿，你不要有情绪。然后转手给我发了2短视频，非暴力沟通和厉害的人早已经戒掉了情绪。我说情绪为啥要戒掉啊？怎么情绪有害健康吗？啊，我在这演着演着，突然有人上来扇我一巴掌，我面无表情。观众都问我说，你怎么不生气啊？我说戒了。我估计扇我的人都想说，戒不是有病吗？天津人还是？然后老板还跟我说，最近感觉你情绪不太稳定啊，我觉得你就是太敏感了。我觉得老板说你太敏感就是一种 PUA， 对吧？因为你都伤害我了，你还要怪我太脆弱。这就好比我走在路上，有人开车把我撞了，然后过来跟我说，哟，这么容易就受伤了，你也太敏感了吧？你看旁边那个人都被我撞飞了，但他一点事儿没有，因为他有超强钝感力。你看他飞出10米他都没事儿，因为他每天都在刻意练习。你花21天，你也会成为更好的自己。我说可是我真的疼啊，你感到疼是因为你在成长。我说可是我都快要死了，那些杀不死你的会让你更强大。
我还看到网上有的老板说，他招人的第一标准就是情绪稳定。我说这标准你咋测试啊？啊，面试时候上来先给你个脑瓜崩，找工作直接跟老板谈。我就工作过的朋友都知道，员工能力越强，情绪就越不稳定，对吧？你如果招人第一标准是情绪稳定，你只能招来那种能力不强的员工，到时候老板就只能跟大家介绍，这是我们新来的会计，不识数但是特别识相。但我也不是啥人都招。前两天我刚裁了个程序员，他会挺多编程语言，但我让他加班，他就跟我用 C 语言。然后前两天老板又要给我降薪，我直接跟他用了一句 C 语言，然后就没有降。我说我学了半天非暴力沟通，原来最有用的居然是暴力。就非暴力沟通几十万字顶不上这一句，我这才是真正的一句顶1万句。谢谢大伙小海。谢谢。大家好，我叫小海。谢谢。我是一个兼职脱口秀演员，我现在业余时间还有一份全职工作。我在我们公司是总监。对。在公司基本就属于中层。还有一个老板，一个下属，没有同事。就这老板还要天天开会跟我们讨论公司未来的发展战略。公司一共3个人，啥战略？一会儿排成人字，一会儿排成一字。我们公司真的特别小，有多小呢？我们租那个写字楼以前是个酒店，我们公司就是个标间儿。而且它该有的没有，不该有的却有很多。我们公司没有打印机，却有一个浴缸。浴缸里还堆了很多杂物，什么吃的喝的。有一天客户来了，老板当着他面跟我说，你去浴缸里给客户拿点水。前2天我下属还辞职了，我们公司连群都没有了。现在经常有人问我，你说脱口秀不怕老板知道吗？我不怕，因为你看我有2份工作，我们老板有4份。一个公司2个人6份工作，我们公司就业率300%。你要想实现就业率100%，还得雇4个街溜子。我们公司就我一个全职员工嘛，前2天老板又雇了个兼职，是兼职 CEO。听说过吗？兼职 CEO。你们哪个公司 CEO 年薪是日结的？平时我都不太敢给他打电话，因为害怕他还有什么别的兼职。我怕我打电话，我说老板有个文件需要您签字，老板说一会儿签，等我送完这单。不光公司奇葩，老板还经常跟我提很多奇葩的要求。哎，你们能相信吗？前2天我老板让我值日。我说值日是不是应该轮流值日？我没见过谁一个人值日，一个人那就不叫值日，一个人那就叫保洁。我现在都害怕，我以后去面试，人家问我有什么工作经验，我说打扫过标间儿。就经常跟我提很多奇葩的要求。前2天又跟我说，你以后每个月要读1本书。哎，你们发现没有？老板只有在这种没有用的事上跟你提的要求才特别清晰。正经工作上的事根本就说不清到底让你干啥。你看每个月读1本书，非常清晰可量化，然后一到工作就跟你说，把这个弄一下，把这个弄一下啊。朋友们，你真的很难听到人类说一句话，主谓宾都不知道是啥。把这个弄一下，谁弄一下？把哪个弄一下？什么叫弄一下啊？就这句话，老板可以让我干任何事儿。
老板就算让我杀人都可以说把这个弄一下。然后前2天老板又要给我降薪，他居然跟我说你去起草一个自愿降薪协议。我说怎么你要给我降薪，协议还得我自己写啊？你要勒死我麻绳还得我自己编？你这是相当于潘金莲跟武大郎说大郎煎药了。而且什么叫自愿降薪啊？我可太愿意降薪了，我都是想找老板谈话。我说老板，我来公司这么久，也该给我降薪了吧？现在好几个猎头联系我，他们给的比你少多了。我可太愿意降薪了，我过生日许愿都是升职降薪。我看网上有人发帖又降薪了，我赶紧在下边接。然后前2天老板又要给我降薪，这一次他居然要给我转成兼职。我说我不缺兼职。然后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我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霸道总裁。他跟我说，虽然我给你转成了兼职，但我希望你不要有别的工作。我说怎么，您还要给共享单车上锁啊？不过降薪也有一个好处，我发现老板跟我说话都客气了很多。以前老板就是跟我说你这个不行，现在跟我说你这个不行哈。我说那不行的话，那你把这个弄一下。哎呀，但是我也没有其他的办法。老板给我降薪，我就只能把老板写成段子；老板给我降薪，我就给你们带来欢笑，这就是降本增效。谢谢大家，我是小海。大家好，我叫小海。我已经结婚8年了。之前有一阵儿我跟我老公是异地。其实我觉得异地婚特别好，真的。今天如果有没结婚的朋友，我跟你们说，结婚就要结异地婚。真的，下次我还结异地婚。真的，之前还总有人很担心我，跟我说你这样时间长了，你不担心你会离婚吗？我说离婚不就是为了过上我这样的生活吗？就你不用离婚，你就能享受到离婚的自由。真的，姐妹们，一个人住真的太爽了。你再也不用每天回家看到一个人，他在家不是躺着就是坐着，根本不会直立行走。你说他是不是不是人呢？不光是我觉得我老公他也过上了所有已婚男人最羡慕的生活，有婚姻没老婆。就你不用失去你一半的财产，就可以轻松的失去你的另一半。他一个人过得也很爽。再也没有一个人夏天睡觉不管多热，永远都不让他开空调，而且还会让他做一件人类永远做不到的事儿：你别热。再也没有一个人天天催他洗澡，一回家就跟他说：“哟，咱们家怎么这么臭啊？什么东西坏了？是你吗？”他一个人过得也很爽，他根本就不想离婚。就算是我跟他说我们离婚吧，他都会跟我说，离婚证不就是一张纸吗？为什么非要看中那张纸？最重要的不是咱俩的感情吗？只要咱俩的感情足够淡，离不离婚又有什么差别呢？如果说这个婚姻是围城，对吧？外面人想进去，里面人想出来，我感觉我就是骑在墙上。就进可攻退可守，你知道吗？我有朋友跟我说他已经离婚了，已经出了围城了。我说你出去干嘛？你上来呀！所以我现在真的就不能理解为什么有人会说他们离婚的原因是聚少离多。我说这不就是我维持婚姻的秘诀吗？还有人问我说你这样时间长了，你不担心你老公会出轨吗？我说我不担心，因为他能给我足够的安全感。你们知道什么是安全感吗？我觉得安全感就是一个人，不管你有多长时间没见他，但你永远都不会忘了他有多丑。异地婚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没人催你生孩子。之前我老公也总是催我生孩子，他跟我说：“你生个孩子吧，我真的很想当爸爸。”我说：“我也想当爸爸。”
因为我觉得当妈妈比当爸爸难多了。当妈妈往往就意味着牺牲。你看，你要当一个好母亲，你要像那个孟母三迁、岳母刺字，你要成为烛光里的妈妈。但你要当一个好父亲，你只需要买几个橘子。不过后来他也成长了，也想通了，跟我说：“你想生就生，不想生就不生。”我真的很感动。那一刻我才发现，原来他真的连橘子都懒得买呀。谢谢大家，我小海。大家好，我叫小海，我今年已经结婚8年了，但是我感觉好像也撑不了多久了，因为我老公现在全职在家炒股。你们知道全职炒股有多花钱吗？我甚至希望他全职花钱。他炒股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我没有办法辞职了。本来我都打算辞职了，全职搞喜剧。但你知道，一个家里不能一个人全职搞喜剧，一个人全职搞股票，2个人都在搞笑。我现在都不敢跟别人说我老公是干啥的，因为他们那个回答就好像我说的是我老公死了。你老公干啥的？全职炒股。你也不要太难过了，好好一个人可惜了，家里老人还不知道吧？所以现在别人在问我老公是干啥的，我就说他是3个上市公司的股东。不过他现在也没闲着，他现在开始搞一些副业，他现在开始写小说了，已经写了10万字，还成了签约作者。那天我看了一下，每天收入还挺高，每天能挣5毛6。朋友们，我老公还没我余额宝挣得多。日薪5毛6，月薪16块8，就他这个工资，都买不起爱奇艺的会员。以前他看不起我说脱口秀，现在是真看不起了。日薪5毛6，哎，你们知道吗？一度电就5毛6。他每天吭哧吭哧写半天，还得用2度电，每天用2度电挣1度电钱。这个梗是他给我的，我给他转了200，够他干1年的。他那个小说我看了，10万字，你就感觉字里行间流出大大的2个字：垃圾。但我还是跟他说写得好，因为我觉得作为妻子，我应该支持他创作，因为这个赔得少。不过我觉得他炒股也有一个好处，就是我感觉他好像越来越贤惠了。他赔的钱越多，他会做的家务就越多。现在每天给我做早餐，还目送我出门上班。我觉得好像男人拥有的财富越少，这个男人就越好。男子无才便是德嘛。我觉得咱们这个股市啊，就是好男人的生产线，好女人的加油站。真的，姐妹们，以后你们找对象不用上什么约会软件，你就上同花顺。一个渣男都没有呀！哎，全中国的好男人都在上面趴着，你看他怎么对股票，他就会怎么对你。你看他那股票都腰斩了，他还是不抛弃。所以就算你哪天上半身都没了，只剩2条腿，他也会坚定地看着你说：“我相信你能长回来。”先讲这儿，谢谢大家，小海。我最近有点想谈恋爱，啊，但是我总碰到那种特别装的人。我前天刷社交软件，有个男生给我发来一条消息，他说 ：“Hello, I'm from Hong Kong。”你是哪里人？我说你装什么呀？虹口还得打英文。大学接触过一个男生，就有点装，老跟我说想过那种不被定义的人生。大2跟我说他要退学，
说觉得大学正在摧毁他。后来我一打听，说是他老挂科，大学要开除他。还跟我聊情史，说他自己受过伤，不敢动感情了。但他原话是这么说的，他说：“曾因酒醉鞭名马，不敢多情泪美人。”我说：“这不是喊麦吗？这我咋接呀？你不敢多情泪美人，我抽烟只抽宣赫门。”天天跟我聊什么独立音乐、哲学、文学，我感觉聊这些就是男生勾引女生的一种手段，是吧？你就感觉他跟你说这是康德，这是弗洛伊德，这是沃氏、我德。我现在有时候也能理解一点吧，我觉得这些行为就是装啊，聊哲学，想营造一种神秘感，想让女的对他好奇。我经常感觉女的一旦对有些男的产生好奇啊，女的就要开始倒霉了。有些男的一旦对女的产生好奇呢，女的就要开始倒霉了。有一天他开车送我回家，但是过程里我是发现了这个人一些优点啊。第一个优点就是他有车，第二优点他是个很温柔的人，他会很温柔地提醒我系好安全带，然后再去别另一辆车。那天我们那个车刚上高架的时候，被一个司机变道超车，可能不小心别了一下，其实幅度很小，我都没有注意到。但可能因为他车里放的是那个《古惑仔》的主题曲，我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过，就是那个“叽喳风滚哦”，也没说。这个男的情绪一下就上来了，一脚油门狠狠别了回去，给我吓傻了。他是从车的右边别的，撞就先撞到我，刮就先刮到我，甚至那个司机骂有病吧你。先有病的也是我，但这个事儿如果就到这儿结束了也还好，但他不知道下了高架是一个红灯，那个司机把车整个横在了红灯下面，拦住了我们的去路。那个司机走下车，靠在车门上点燃一支香烟，看向我们。大哥长得跟孙红雷一模一样，我俩在车上面面相觑，谁也不敢出声。车里唯一还敢出声是那个音响。但音乐已经从《古惑仔》的主题曲换成了片尾曲，就是陈浩南和他女朋友被人活活打死的时候放的那段音乐。我抬头看了一眼那个红灯，99秒，孙红雷朝我俩走了过来，越走越近，越走越近，越走越近。这个时候，这个男的按下了车窗，我这边的车窗。我那会儿特别怀念90年代那种手摇把车窗，但我真没招了。孙红雷过来骂骂咧咧让他下车，我也怕他俩打起来。大哥都站我这边了，我怕大哥越过我打他的时候亲到我，我就只能劝我说你千万别下车，千万别下车。这个时候我发现这个男生另一个优点，很听话。我看那个手从方向盘上缓缓滑到安全带的卡扣上，但是不按，但是呢也没有挪走。我后来想了很久，他为什么这样？我觉得他很有可能啊，是怕我按，他挡在这儿了。我看这个架势，我也指望不上他了，我就开始跟大哥求情，说好话。我说实在不好意思，你别跟我们一般计较，我们岁数小不懂事儿，他脑子有病。看康德。那个大哥可能看我态度好，也没太为难我们。骂了2句脏话，开着车扬长而去了。车上就剩我们2个人，太尴尬了，死一般的尴尬，尴尬的向我们大哥喊回来，能不能把我也带走？剩下半个小时，他一句话都没跟我说，直到把我送到我家楼下，憋出了一句：“要不是你，我就下车干他了。”这个事儿之后，我一直在想，我觉得这种很爱装的人啊，他真的是很需要一个伴侣，一方面保证他装的时候有人看，另一方面保证他装的时候不挨揍。他要是跟我结婚的话，是必须上交工资的。他交的不是工资，是他的保护费。你交了这个钱，我坐你副驾上，下次你再装马上要挨打的时候，我就可以劝我说：“老公别生气，老公别下车，老公别跟他一般见识。你不交这个钱，我说老公，他骂你。”前几天我爸给我打电话，说现在镇上、县里、市里都在找我，我一下就慌了，这是要通缉我。我没提家乡名字呀。他说你得提呀，你这不是白宣传了？我说我没宣传呀。
你要不要看一下节目？我一句好话没说。家丑过养也可以叫宣传嘛。高情商这一块还得是山东人哈。跟我说还要来采访他，怎么教育的？我说有没有可能人家说的是你怎么教育的？是不是太自信了？就好比哪吒闹了海，龙王带着虾兵蟹将打上门了，李靖说我不接受采访，海鲜也拿回去，根本听不进去，已经飘了整个人。当天就把自己的微信名从天道酬勤改成了相遇爸爸。我说怎么着，爸爸，你不想努力了？反正家里觉得能上电视那就不是一般人，一般人得惹多大事才能上电视？我爸都让亲戚来我家看电视，看我比赛的视频，人看了半天说：“哎，这不都是骂你的吗？”他说：“没有啊，这不也有骂你们的吗？”我还挺担心他们看到的，我妈也很担心，担心看到我火了，亲戚来借钱。我说咱先把借亲戚的钱还上，行不行啊？我们家族这一次也是异常的重视，拿出了最高礼仪。按照之前的约定，说每上一个节目，家谱上就给我加一个括号。今年在我名字那一行，加上了喜剧之王。周星驰老师做梦都想不到，这辈子能上我们家家谱。我自己这边啊，也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反馈。每一期播出，都有一些男网友给我发私信，要娶我。为什么？我明明讲的是不要催婚，怎么就成了征婚？是咋理解的呢？就女生说不要就是要。他不会以为我在欲擒故纵吧？这都啥年代了？女生说不要那就是不要啊！不要不给我投票啊！啊，现在就投，我不要男票，我要票。当然了呢，也有那种很真诚的人啊，他说很喜欢你，但感觉驾驭不了你。听听这个用词，驾驭，我还以为离开职场我就不是牛马了呢，没想到到处是牛仔啊。类似的还有什么？好怕降不住你，你还怕降不住我，我都没怕磕不死你呢。就关键这些私信，我每次都点开，因为它开头写的很官方，什么唐女士您好，何时有空啥的，我以为是商务，没想到是家务。我好好给你演出，你想一出是一出。我做错什么了要当我老公？也不是不能商量哈，主要这关系发酵的太快了，一下子太甜我也接受不了，我还是喜欢自然一点，慢慢来，微微发酵就挺好。就像统一无糖春福绿茶，里面的绿茶创新采用微发酵工艺，带来温润自然茶香，真的是恰到好处。这个商务也是恰到好处，真的爱我你就给我商务，钱在哪爱就在哪。但是呢，我说实话哈，真的要说真的，我承认我也驾驭不了男人。你看我这么能，我也驾驭不了男人。你别说驾驭了，我有时候都理解不了他们。就前段时间流感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很暖心的热搜，说老公误把酵母粉当感冒药给老婆喝。酵母粉是想把老婆也微微发酵吗？是怎么做到的呢？就黑灯都干不出这种事儿啊！有些评论更加的迷惑，说：“哎，算了算了，我老公也这样，我老公还给我喝过期的呢，这怎么还卷起来了？笨蛋老公爱上我。”更有甚者说：“习惯就好，大猪蹄子常规操作。”我最不理解“大猪蹄子”这个词。明明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儿，为什么要说的这么糯唧唧呢？猪蹄子可没惹，不要丑化猪蹄子，人家没有这个猪脑子。
但我不敢想象这个事儿如果是女人干出来的，评论区得是什么样？那可能不是大猪蹄子，那得是小金莲子。大郎，起来喝酵母粉了。咱们家做炊饼的，这玩意儿管够，多喝点儿。这么多年你也该发起来了。但好像再离谱的行为啊，放在男人身上就容易被原谅，甚至有点可爱。但这是一种刻板印象啊，这是一种歧视，我觉得对哥哥们很不公平。我心疼哥哥，这就是在害哥哥，还常规操作。你不说他，万一他给自己喝，喝成了教父；万一他给领导喝，被领导捶得糯叽叽。你不心疼，我心疼。怎么办呀？这一期又表现得这么善解人意。播出之后又会有一大批人爱上我，但我真的求求了，不要再给我发私信了。我现在事业上升期，没有时间驾驭你们，牛仔很忙的。谢谢谢谢。嗨，大家好，我是黑灯。有修电梯这个钱不把路修平，也不知道为什么，是吧？反正最后一期了嘛，随便说了就是吧？播也播到现在了，我也收到了一些评论，有一条说黑灯还是挺好笑的，但始终没有跳出盲人这个身份。怎么跳出呢？你给我治好了，我给你跳，好吧？你给我治好了，我给你撑杆跳，好吧？老是盲人视角，盲人我能有个视角就很不错了，就。今天还是讲这个主题，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因为我觉得讲的还不够，大家还是不了解，有很多东西可能大家平时根本没有注意过啊。有一些给盲人设计的那个设施啊，其实就是摆设。给你们举个例子，地铁的楼梯扶手上面有盲纹，有人见过吗？没有。见过的鼓个掌，我看一下有几个。啊，可能不到1/5。你想想看，盲人怎么能摸到它？你们都没见过。盲人要摸到它得多好的眼睛，你想想看。OK， 就算能摸到，那么第二个问题来了，写的是啥？有一个交通报的记者告诉我的，他统计了40几个有地铁的城市，大概分2种。第一种写的小心台阶，你不是探索到发现是个台阶，你在靠边扶的扶手吗？一摸有字，哎呦，小心台阶。或者你没发现台阶，你是摔到那个扶手上，哎呦，小心台阶。你写小心台阶跟写了扶手2个字有什么区别？一摸扶手，一摸铁的。第二种写的是向上或者向下，就看哪头，这头是向上，这头是向下。你摸还在那拼的向哪儿？你往前摸一下呀，向上呀，这是。就没什么用，啊，就是个摆设，给你们看的，能理解吗？你哪天你要自己无意间发现这几个盲纹点点，你没准都会被他感动了。哦，就拍个照，发个小红书，哇，这个设计师天才，这么小众的需求都想到了。发个小红书啊，都是谁在用这些小众设计啊？点进去啊，瞎子在用。我觉得你换个思路吧，不能提供什么实际的帮助的，你改一改，让那种提供一些情绪价值。没什么人摸到嘛，让摸到他那个幸运盲人给他提供一些情绪价值，改成吉祥话，摸到了开心一天。恭喜你摸到我了，你最棒！老前途一片光明。每个地方都不一样，他就会愿意去摸，会给他惊喜，给他欢乐，他会去摸一摸，就摸一下，写的是什么？我在人民广场9号口很想你。还有一个也是类似的，这个应该都见过，那个也是在地铁里，盲道，这个见过吧？有没有发现它的规律？没有规律，每个站铺的都不一样。有的地方大概是沿着那个2排屏蔽门嘛，2条盲道，唰
几百米，不知道要去哪儿。从头扑到尾，你干啥？扑到车头干啥？让瞎子去开车是不是？还那种扑到头的给连起来了，盲道闭环了，瞎子在里面能玩1天。你要这么扑，我大概就理解思路了，知道你不太出门，出来一趟多锻炼。也有动过脑子的。我7月份去有一个地方演出啊，碰到了一个站台，他把盲人导到那个直梯，直梯下到站台，再把盲人导去无障碍车厢，就是有一个车厢就没有座，你就是轮椅待那个地方都见过对吧？无障碍车厢让轮椅去 ，OK， 让盲人去干啥？能给他提供什么帮助？对不对？忘词了。看不了提词器，让我想一会儿哈。他没有提词器的。你知道为什么会忘词吗？本来前面有个商务，然后被一个主动的人抢走了。哦，为什么？哦，你们假装我还记得哈。轮椅去哪 ？OK， 让盲人去干啥？能给他提供什么帮助？对不对？为什么非要他们待在一块儿？聋子、瞎子、瘸子、傻子，说是要给老弱病残孕让座，结果把残障人士导到没有座的车厢。谁给瞎子让座？就轮椅有个座算是。说你们别看了，别看了，我不坐了，你坐吧。我虽然一条腿，但这么多年独立惯了。你坐吧，你坐，你坐。就把有障碍的人导到无障碍车厢，就解决问题。他就这么粗暴，哇，太粗暴！我用这个逻辑对待你们，你们也接受不了。就是听力障碍的朋友会自称聋人，把听得见的朋友叫听人，这个知识点你们知道吗？不知道，我告诉你们了，你想想看，如果我也用这个逻辑，你们肯定接受不了。看不见的叫盲人，看得见的叫贱人。接受吗，贱人们？接受吗？接受吗？不能这样，你得具体分析啊，对不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啊，这些盲人设施就应该让盲人自己来弄。我之前其实已经阴阳过一回了，我说盲道修成这样，不会是盲人自己修的吧？当时只是开玩笑，回去想了一想，有道理，就应该让盲人自己来弄嘛，他们是用户呀，对不对？对。不对，我们是用户，再修不好，也不能怪别人了，是吧？我再上一次为盲道生气是去年11左右，看到一个热搜，说有个地方在修不锈钢的盲道，不锈钢下完雨之后跟溜冰没有任何区别，就这么爱吃，路上都是虾滑。脱口秀完蛋了，一边骂谐音梗一边鼓掌，笑成这样。当然，个人的力量要做这个事情肯定是不行的。我们要成立一个机构来推动这个宏大的工程，对吧？反正不能交给其他机构，他们很难和残疾人真正的共情。我们弄一个机构，啊，宗旨是消灭对残障的歧视，让每一个残障人士都过上像普通人一样的生活。这名字叫普联，普通人联合会，只招残疾人。招一些盲人来修盲道，第一解决盲道不好的问题，第二解决就业的问题。是会铺的慢一些，但你不要催他就好了。修好了你又不走，你着什么急呢你？你要真嫌他太慢的话，招聘条件也放宽一些，招一些聋人，他们出了名的手脚快，让盲人监督他们。这个工作关系就非常和谐了，都不会闹矛盾的。你想想看哈，架都吵不起来。我可以当着面骂他，我说你是不是聋啊？说了10几遍了还这样。
竟然会读唇语，我就戴口罩。我说你是不是聋啊？我说实际别。他也可以当着面骂我，骂3天3夜，骂到3更半夜，骂出腱鞘炎。盲人心如止水。本来这个段子还能更好笑，只能比这个手势，其他手势他们不让比。决赛还是有点紧张，能看出来，对吧？我刚才还担心呢，我说，哎呦，都是强手如云，比什么呢？他们说你就讲这个段子，我说那就不怕了。什么小鹿、小罗，你就往后挪一挪吧，你就。什么富航、刘洋、凉凉，就是。等我们那个所有盲道都修完之后呢，你想想看，为了纪念这一伟大工程，肯定要弄个碑，刻个碑文，就刻盲文。但是可能几千年后盲文也会破译不了嘛，对不对？也考虑到了，所以那个碑翻过来背面会再刻一个2维码。要是那会儿还扫码的话，考古学家一看到码就大为惊喜，应该是能破译了。手机掏出来一扫，滴就2个字：石碑。我讲到这，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阎鹤祥。哎呀，我进了决赛了，单口季的决赛。这是相声的扭曲还是脱口秀的沦丧？今天来了好多第1季的老朋友，我就第1期还行，都看了，后边就越演越完。我现在回想我头1期就像空城计，知道吗？就贺退那一回，每回来的观众我都像诸葛亮一样告诉司马懿来进来，弄死我杀死我，空的没的。导致那之后，其实我一直在这个舞台上会选择逃避，因为我甚至会到网上去看对我一些负面评论，给我一些逃避和退赛的理由。阎鹤祥这个演员那么大岁数，说脱口秀梗一点都不密。我叹了口气，还真是人上了岁数，不光骨质会疏松，包袱也会疏松。然后脱口秀演员还夸我呢，你看相声演员多厉害啊，在台上倍儿松弛，场子凉成这样一点不紧张还说呢。还有人说我阎鹤祥，你说脱口秀相声味儿太重了，可我就是个相声演员。我前20年拿相声当班上，你说我脱口秀相声味太重了，不如说我脱口秀班味太重了。然后人过来跟我解释，阎老师，这个班味啊，它不是相声味儿，这班味是我们年轻人现在面对职场、面对领导那种敷衍的状态。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又是我呀，这叫班味儿。我说这就是相声味儿啊。还有人说，阎鹤祥，你说脱口秀像说评书的，这点我得承认，我就是来取经的，因为现在没人听评书了，天天都在刷短视频，10分钟看电影，谁还听我们讲故事？没有刘备、关羽、张飞、赵云，都是小美、小帅得标丧标。我们现在在剧场说评书都改了，请您欣赏传统评书3大白骨精。列位请看，这个猴他叫小帅，这个姑娘她叫小美，小美可能还不知道，再过几秒钟她就会变成一堆白骨，这已经是她第3次被打死了。正在这时候，打那边来了一个丧彪。书说至此，姐妹们都会问小美白骨精身上穿的衣服链接。请关注屏幕右下角的小黄车，评论区有优惠。我们这些传统艺术跟不上这些所有的东西，我们都在选择逃避。所以后来我就开始骑摩托车周游世界。有记者采访过我说：“阎老师，你为什么要当时选择骑摩托车呢？是因为喜欢机械吗？”我说：“不是，是因为那时候说相声赶场。你赶场不都应该骑共享单车吗？”我说：“我那时候没有共享单车。我那时候如果有共享单车的话，你就会看着我骑共享单车周游世界。我还没出河北就被扫走了。”还有说的，
杨老师，哎，您觉得您周游世界最重要的是不是诗和远方啊？我说最重要的是钱和假期。哎，那您是不是追求风一样的感觉呢？我说完全是为了耍帅。哎，那您是不是要走到世界尽头才会回来呢？我说没有，有挣钱的活我马上就回来。哎，杨老师，那您看我们报道的时候，是不是让您回答那么写？我说别介，一定按你问的那么写呀。这就是没有办法的事儿。我还要面对我妈。我妈觉得我40多岁不结婚有问题。完了以后呢，我跟她说我要周游世界，我妈就觉得我要离家出走。因为我10几岁的时候离家出走过一回，那回是因为我早恋。然后我妈跟我说：“儿子，你怎么了？10几岁的时候你要领一媳妇儿回来，妈阻止你离家出走。现在你40多岁，妈逼你领一媳妇儿回来，你干嘛还要离家出走啊？”我说：“妈，这叫call back，知道吗？”我妈特别关心我，我在国外骑摩托车的时候非常的颠簸，导致我那个微信步数每天能颠出几万步。然后我妈给我打电话说：“儿子，你不是骑摩托车周游世界吗？你这摩托车丢了吗？你往回走呢吗？你走特累吧？你得多喝热水。”这就是老人，当他不了解你、想关心你的时候，他跟你说你要多喝热水。我说：“妈，您了解我吗？您老让我多喝热水，你研究这跟我爸学的是吗？您了解我，您知道我干嘛吗？您知道我烦什么吗？你就让我多喝热水。”我妈说：“儿子，我想了解你啊，你为什么不说相声了？脱口秀是啥呀？你为什么不结婚啊？你为什么离家出走啊？”我说：“妈，您多喝热水吧。”所有都是逃避。我逃避跟父母的沟通。我最逃避的是什么事儿呢？其实是郭麒麟。说到这时候，所有人心里都会说，他又来了。阎鹤祥这个无能的人，他不说郭麒麟，他就讲不了段子。但是，郭麒麟不是我的段子，郭麒麟是我的处境。我其实比每个人都不想提郭麒麟。为什么？因为当郭麒麟最火的时候，我几乎在北京是不见生人的。为什么？因为我一旦认识一个新朋友，不说实际话，他就会跟我说：“哎，郭麒麟还说相声吗？”所以我就骑摩托车，我想离开、逃离我这些处境。我从北京出发，我走河北，我走山西，我走陕西，我到西安，我过内蒙，我到宁夏，我出新疆，我到中亚，乌兹别克、塔吉克、吉尔吉斯、哈萨克斯坦，我进伊朗，走土耳其，过黑海，到意大利，过阿尔卑斯山，我骑到了德国，我进瑞士，我到法国，我到意大利，我跨过大西洋，我到美国，我到阿拉斯加，我走东海岸，我走西海岸，我走过66号公路。我走过中美，我走过墨西哥，我走过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厄瓜多尔，我到南美洲，巴西、秘鲁、乌拉圭。当我把我的摩托车骑到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5月广场的时候，我觉得我逃避了所有的东西。这时候走过一个中国人，哎呦，严老师，您骑摩托车从中国来啊？郭麒麟还说相声吗？我觉得我一定会逃避这些东西。我从阿根廷一拧油门，我又骑了几百公里往南去，穿过潘帕斯草原。你们知不知道地理上有个概念叫对指点？就是你站在这个地方，直处地心，穿到地球的另一面，那个点叫对指点。如果北极的话，南极就是它的对指点。我找到了我家的对指点。这个地儿在阿根廷潘帕斯草原和巴塔哥尼亚高原的交汇处，巴西、阿根廷有一个重要的河流叫内格罗河的下游，一望无际，全是草原，什么都没有。你站在这个地方，是离你所有处境和困境最远的地方。你不能向前后左右多迈一步，因为多迈一步，你就离你的处境又近了一步。往前走可能是父母催婚，往左走可能会失业没工作。往右走就是爹妈都老了，我往后退一步，我把我摩托车碰躺下了。这就是人生，退无可退。当那一步的时候，你觉得你双脚离地，你可以离这点再远一点，但是那儿连棵树都没有，你都没法上吊，你知道吗？
但是后来有一天，我心里有了一棵树，是什么呢？就是直到我来到了这个舞台。我原来以为我很了解脱口秀，但实际上不是。如果喜剧是个圆的话，脱口秀这个点其实是相声的对指点。就是如果走心的话，我们是最近的；如果不走心，可能就是最远的。但是今天，这可能是我最后一场演出，我非常高兴，因为一旦我结束这个演出，走出这个舞台，我无论走向哪个方向，都离回家说相声又近了一步。这就是我今天最后的演出，也许无法改变，但请不要逃避。相声演员阎鹤祥下台鞠躬。Hello， 大家好，我是于翔宇。能走到总决赛，我真的挺开心的，感觉应该能挣钱了吧？我最近2年真的很想挣钱，不光是因为我是学哲学的啊，是因为我妈前2年开始搞网络理财了，不是炒股跟基金啊，是那种非常正经的诈骗 APP， 就是那种 P2P， 爆雷之后就把你的钱全都卷跑了。我妈也报警了，但没啥用。那个骗子早都把财产转移到了国外，可能连移民都办完了，钱肯定不会还了。你骂他，你怎么中国人骗中国人呢？他说：“哎呀，已经是外国人了。I am a foreigner。”我妈手里没钱之后吧，家里很多银行贷款都还不上了，还被银行起诉，上了那个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我听了以后说：“那咱慢慢还钱可以。”但这个事儿是不是影响不太好啊？我也是这种抛头露面的工作。说没事，儿子，你放心，妈已经查过了，这个是不影响子女的，你就该干嘛干嘛，搞你的脱口秀，进娱乐圈。妈看了，娱乐圈很多当红的明星啊，父母都在那个名单上。加油，儿子，妈上了那个名单，你就半只脚踏进娱乐圈了。然后我妈为了要还钱，就想找点挣钱多的活儿，但人上了年纪也没啥能干的，她就决定去干月嫂和育婴师，因为家长舍得给孩子花钱，工资还可以。她就跟我说，她正在努力学习如何带孩子。我说妈，你不会呀？她说不是，儿子，我是在学习更加科学的方式。妈以前带你的方式都是错的，我现在已经学会了科学喂养，给小孩开发大脑。鼓励式教育，让孩子感受到爱。我听完觉得我感受不到爱了。我以前咋没有这些呢？我那个心情就很复杂，有点像看到前任对别人更好了。我意难平啊！我用我的整个青春和童年教会了他如何爱别人家的孩子。我都不敢问他，妈，那你爱我吗？我怕他说，儿子爱过。而且我妈这个人还挺可爱的，她会忍不住想要跟我分享她的进步，但有时候看到她对别的小孩越好，我就越羡慕和嫉妒。有时候她给我打电话，也不聊她的生活，也不聊我的生活，就聊那个小孩。有一次她跟我说：“儿子，妈今天带那个小孩呢，弄倒了一杯水。”妈本来想骂他，但我想了一下，他在探索这个世界，我就没有骂他。我记得你小时候这样的时候，我肯定骂你。你爸还叫我揍你呢，我当时就有点生气，但又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因为我大脑没开发。我妈有时候跟我打视频都会带着那个小孩，有一次她在给那个小孩早教背古诗，她就说：“来来来，快给翔宇哥哥也背一个听一下。”那小孩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我说小弟弟，你知道这首诗表达了怎样的思想感情吗？这里面用了一个拟人的修辞手法，一个怨字表达了诗人对不幸童年的叹息和对原生家庭不满的愤慨之情。
是我妈现在带小孩这么专业吧，我还很担心一件事儿，我怕她以后给我带孩子要收钱。别到时候我说妈，我们都要上班了，你能过来带一下孩子吗？妈，叫什么妈？叫李阿姨。跟谁俩妈的呢？我以后在家只能叫爸，李阿姨。感觉我爸二婚了，李阿姨确实对我挺好的，是真把我当亲儿子。但是我吐槽归吐槽啊，我还是很佩服李阿姨的，因为她业务能力确实很强，经常会有人给她送锦旗。去年过年，她还跟我说她要升职了，她要去美国带孩子，啊，因为有些美籍华人还是想找华人带孩子，可以学汉语、学传统文化嘛，就想从国内雇。开的条件确实挺好的，就包机票、包签证过去，开的工资也很高，开9000美元一个月。我听完说这个月嫂一定要女的嘛，那不是美国嘛？我可以自我认同为一个阿姨。而且啊，但我当时担心这个不会又是诈骗吧？啊，不会骗子去美国2次创业了？我就提前想把李阿姨联系好，确认完全部是真的，但我还是不太放心。我说妈，那你要去美国这个事儿可不小，你有啥计划你跟我说一下。那你是不是去了美国，那你就不回来了？那个钱你也不还了？你成外国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不是儿子，妈肯定是要还的。你看妈的计划是这样的，那不是9000美元一个月吗？那我在美国干个1-2年，就能快点把国内的债给还清了。我心想说，妈你野心也太大了，你让中国人骗的钱让美国人还，还真是5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他最后肯定还是没去美国啊，因为他还在那个名单上面。然后我上一轮录完回家，他还在跟我聊这个事儿。他说在国内带了5年孩子，也终于能把钱还完了，也不在名单了。还跟我说，儿子，妈这几年挺对不起你的，人家都是父母帮忙铺路，你反倒要担心爸妈，妈跟你说声对不起。我说这有啥的，这不写了5分钟段子吗？我也没想着你帮我进娱乐圈，但我决赛圈可就靠你了。王丽，谢谢你们，谢谢李阿姨。Hello， 大家好，我是刘洋。一路走过来耍帅，然后牙磕到话筒上了，刚才。总决赛了，然后跟大家聊一下今年的一些变化。今年首先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变化，在2个节目里面都取得了非常卓越的成绩。说实话，我现在人性都有点变了，我现在开始装了，你知道吗？尤其是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采访的时候，记者问，2个节目都一直赢的感觉是什么呀？我说，是一种超越了主观意志的失重感。他说什么意思？就是飘了，还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今年最大的一个变化是我今年当爸爸了。谢谢。然后有了一个儿子，叫小野。他出生非常有意思，跟各位说一下，他出生在4月30号，给各位科普一下，4月30号是国际不打小孩日。一出生带给我一个信号，但是我不怕，因为我不过洋节，我。然后他还有一个冷知识分享给各位，现场你们算来着了，就是刚满月的婴儿不会说话。哎，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事儿。刚满月的时候，我们俩把他接回家，我在电梯里抱着我儿子，一个老大爷执着地问我儿子：“你多大啦？多大啦？”我说：“你告诉人家呀，没礼貌呢。”不好意思，大爷，这孩子特别不会说话，但是他不会说话，特别能哭，就哭起来真的哄不住。我已经想尽一切办法了，就不知道咋办。你在这抱着哭，给安抚奶嘴哭，你在这抛接他哭，单手抡哭。拿运球投篮哭，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哭得最狠的时候，我忽然意识到，完了，将来我跟他一块坐高铁，我会被骂到死。而我对这事儿无能为力，
如果高铁上还有一个脱口秀演员把骂我的这个事儿写成段子，我就彻底完了。我儿子只是丢脸，我连段子都丢了。所以我想了一个策略，如果我跟他一块儿坐高铁，我要抢在所有人之前先生气。我要先假装不认识我儿子，然后我儿子一哭，我就站起来，谁家小孩？谁家小孩放我旁边哭呢？有人哄没人哄啊？没人哄，我哄了啊！还没人哄，真哄了啊！刚好带着个安抚奶嘴儿，来孩子含上。我呀就是一热心肠，平时也不帮忙，这孩子我都不认识。你多大啦？然后，我自从有了孩子之后，我突然就开始理解那些在高铁和飞机上坚持要用手机开功放的人，他们肯定是想尽了一切办法，都没法让手机安静下来。他们自己在家哄，根本哄不住，跟手机说别播了，好不好？别播了，播完这个就不播了啊！哎呀，连播了，哎，该死的大数据啊！含个安抚奶嘴儿没用，还是播，然后带到高铁上还是播，没办法，他也不能像我一样突然站起来，谁家手机啊？这是，没人要，有人要没人要？不可能，一定会有人要。他只能跟别人说不好意思啊，这个手机播没电了，就不播了啊。这样我一会儿把声音开到最大，声大，耗电快啊。但是最大的一个变化是这样的，就是自从有了孩子之后，我变得特别多愁善感，就特别容易动情，然后一动情就特别想哭。但单口喜剧演员是这样的，我们一旦想哭的时候，我们会立刻开个玩笑，把这种哭的氛围化解掉。比如说我有一次参加我最好朋友的婚礼，台上真的很感动，我坐在桌上，我眼泪就在眼眶里转，然后旁边一个人问你感动啦，我说啊还不上菜，饿哭了我都，基本上就是这个水平。但是有了孩子之后，就你真动情了之后，你发现你开这种玩笑，水平直线下降，没有任何人懂。我自己，他刚出生的时候就是我自己在产房门口等，因为我老婆剖腹产不让我进产房。你知道在产房门口是很焦虑的，你也不知道孩子什么时候生，门口也不会有一个倒计时，在那放着3、2、1，当爹啦！不会有这东西，我就在那徘徊，我说什么时候生？突然我听到一个婴儿哭，我说啊，这是婴儿哭吗？还是一个猫叫呢？这个季节也是闹猫的季节。然后护士说刘先生可以进来，我说我家闹猫了。我一进来，护士跟我说刘先生恭喜你母子平安。我先看我老婆平安，我说太好了。我说我看一眼我儿子，他就指着一坨红色的东西说这个。我说嚯！这是我天，你很难形容那一坨东西，就是一个无毛猫直接扔在那边，一个小婴儿那个胎毛就这么噌就炸，就感觉他被世界吓了一跳去，然后整个四肢就控制不住在那乱挥舞，然后整个脸皱缩，眼睛还瞪大，就完全跟反祖了一样，整个婴儿。我一看孩子，我说嘿，地道的北京人啊！我的理性告诉我，这孩子太丑了，我天，真丑。我的感性告诉我，他太好看了，我为他挡子弹。然后我的理性感性一交织，我整个眼泪就往上涌，在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然后护士问我，起名字了吗？我说起了，叫红毛小星星。大冷场，产房都冻上了，护士连梗都不接，就让气氛尬在那儿。你至少接一句啊，那先生是姓洪吗？你至少。我说先生不是姓洪，先生是喜欢陈信洪。这个梗从诞生到现在效果没好过，但这是我给陈信洪的一封情书。然后他在月子中心也是，我特别容易动情。
我把它放在月子中心，然后放在护士站，一排玻璃墙，然后那后面一排婴儿，护士在那儿照顾。我自己晚上回来去看他，我趴着那个玻璃，我说儿子，我儿子在里面一手拍着玻璃，一手拿起墙上的电话，爸爸，坚持上诉啊！然后我正感动的时候，眼泪正在眼眶里打转的时候，护士跑出来说：“先生，你要来干嘛？”我说：“我来挑个婴儿。”这护士也不接梗。我只能自己接梗，我说不挑了，你这个看着挺甜的，你多大啦？多大啦？好不说话，这孩子这太膨胀了。但是他出生之后，我爸妈来看他，我爸妈60多岁了，正是上班的好年纪。然后来我家看他，2个人在那逗小野玩，然后那一个瞬间我懵了，我整个人懵了，因为这样就是我儿子长得跟我小时候一模一样。然后我爸妈在逗他的时候，我忽然意识到，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从这个视角看到我爸妈在逗一个婴儿时期的我。我那一瞬间整个就不好了，我才明白，我说原来那个一直哭闹的婴儿就是我，原来那个一直不懂事的婴儿就是我，原来是我让我爸妈多了很多的白头发，当然更多是因为新陈代谢哈，一些自然规律。然后我当时。我在想，我小时候因为不会说话，没有表达出来的爱，好像会说话了之后也没有跟父母好好的表达，所以有一个瞬间，我特别想跟我爸妈说点啥，我又说不出口，因为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我刚要说，然后我爸妈转过来说：“怎么了？”我说：“你看他像个红毛小星星。”谢谢各位梁教授，谢谢大家。哎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仁成。今年也是走到总决赛了，说实话挺意外的。我这个人呐，没什么冲劲，我是 INFP， 小蝴蝶，像蝴蝶一样美好易碎。你们再看我的造型，我都不是一般的小蝴蝶，我是发蝴蝶。发福了的发蝴蝶。没有小孩的人就讲这种段子。我是小野的朋友小蝴蝶，很开心啊，每天讲这种破玩意儿，大家就很喜欢我，很包容我，收到很多网友这种很好的评价，他们说我做的是小 ego 喜剧，就说 ego 嘛，就自我意识，他们说我做的喜剧 ego 很小，自我意识很小，很温和，我很喜欢这个评价，我就这样子的人，胖子 ego 小，容易人缘好，胖子人缘好很简单。只要你每一次被陌生人喊胖子的时候，你都跟我一样露出憨厚的微笑，你就会是一个人缘很好的胖子，朋友越来越多。但你要选择回复我认识你吗？你精神病啊？我是你爹，那你可能会是一个人缘很差的胖子，比如罗永浩老师。只能开个直播间才能交个朋友。一边交朋友一边卖货，所有的友谊都被命运暗中挂上了小黄车，并标好了价格。我从小被人喊胖子，从来不生气，直到有一次去个朋友家玩，朋友妈妈喊我胖胖，说实话一点不生气，我还觉得挺可爱的。但我朋友突然开始维护我，说你怎么喊别人胖胖呢？你考虑过别人的感受吗？他要是跟你一样喊你丑丑，你开心吗？哇，我当时真的非常感动，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遇到一个人这么在乎我的感受，同时这么不尊重自己的父母。但我很喜欢这个朋友，因为他虽然说是个不孝子，但他不孝胖子。虽然他把他妈气得心脏疼，但我遇到了心软的神。ego 小也和之前的经历有关。我做了很多年的编剧，在娱乐圈也什么事都干过，什么活都干过。今天参加一个节目，节目组想让嘉宾坐在跳楼机上互动做游戏，所以他们需要一个替身，抱着摄像机去进行安全测试。
那么会是谁呢？唉，你们做过1个小时的跳楼机吗？连续1个小时，下来之后整个人都通透了，都有点通气了，感觉跳楼也不过如此啊。那是我人生最惨痛一段回忆。结果今天早上导演跟我说，我们决赛出场方式是从上面坐升降机下来，真的踩开时候我都恍惚了，我穿越了。哥，导演，我跟你确认一下，咱们现在录的是中国最好的喜剧节目《喜剧之王单口季》，不是认真的嘎嘎们吧？我再确认一下，我是演员，不是编剧吧？试试吧。那你找个编剧给我测试一下。真的，那天在跳楼机上那1个小时，我真的想了很多。就进娱乐圈之前，都只在乎什么飞得高不高。那1个小时，我只关心安全带锁得紧不紧。我知道娱乐圈越高越危险，最重要的只有安全。要想不摔死，就得把下半身牢牢锁死。以后别人再问我娱乐圈的目标是什么，我说5江上下而求索。后来我去参加一个节目当编剧，然后那个节目周老板是嘉宾，在现场我想找周老板打个招呼，但到门口有点犹豫了，因为他门口贴了块牌子，写着“艺人周奇墨休息室”，熟悉的名字突然特别陌生。我突然感觉到巨大的阶级差异，我的面前明明是一扇我非常熟悉的铝合金门，都感觉变成了最熟悉的陌生门。就那一刻，我有一种闰土拜访鲁迅的感觉，我就想走，结果周老板正好开门了，哎，阿成你来了，进来坐会儿。我说不用不用。我先回去了，周老爷。阿成，你说什么乱七八糟的？来，今天吃点水果，这是西瓜，这是山楂，这是不锈钢叉。我说谢谢周老爷，我先认了。虽然今天一直在吐槽啊，说一哥小这个事儿，但说实话，我这个人就这样，我没什么自我意识，这种状态我最舒服了。你让我这种人突然变得非常的自我，我肯定也会很难受，大家都会很难受。那就不要留。突然的自我。你们现在是不是很难受？这位美女，你是不是很难受？你说难受不难受？你说难受不难受？突然的赵丽蓉老师，这就是我就是没有自我。我的皮下是王建国。说这么多啊，我就一直坚信，我们一够小、没有自我的人也能做好很多事。比如最近我家的门窗生意真的好了很多，跟我没有关系，因为最近台风很多。大家都想加固一下门窗，那为什么今年台风很多呢？会不会是在亚马逊流域有很多小异构的 INFP？ 在扇动自己的翅膀。小蝴蝶还说呢，啊，虽然我扇动翅膀可能会带来台风，但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福祸相依。所以我也不是一般的小蝴蝶，我也是发蝴蝶。谢谢大家，我是刘小八。哎，大家好，我是小鹿啊。我今年确实是结婚了啊。然后呢，家里人呢不出意外就开始催生了啊，在我婚礼当天。
我当时还站在外面迎宾啊，我奶奶过来拉着我的手，早点生。我说现在吗？办完吧。办完后呢，我奶奶又说：“哎，这在娘家，你俩住一起不吉利啊，你俩得分开睡。”我说：“奶奶，你还记得孩子是怎么产生的吧？分开睡还早点生，那才是不吉利吧？”现在家人群里还有人发那种什么不生孩子的女人是不完整的，哇，家人们谁懂啊？这话的意思就是我们没生孩子的女人都有生理缺陷呗，那是不是应该给我们发津贴发补助？啊，以后公交地铁上应该设置老弱病残孕不孕女乘客专座。以后黑灯开专场君不见啊，我开专场娘不生。我受伤了不演了，你自己演吧。现在职场对于女性的这种期待又完全相反。我闺蜜现在32岁，在找新的工作，每一家公司都在面试中给了她亲人般的关怀，关怀就是关心她怀孕的情况。有没有对象？跟对象感情怎么样？有经常在一起吗？这就是性别歧视啊，歧视了男性，因为他们肯定是会问男的这些问题。给这种关怀啊，一旦给了这种关怀，那男的一定欣喜若狂，稳了 ，HR 对我有意思。你感觉现在啊，职场对于招聘女性的要求，你要很有才能，但是不会怀孕，也就是怀才不孕。这不是皇后对安陵容的要求吗？好可怕呀！再这么发展下去，以后这些公司会不会办公室里点麝香，往女员工的冰美式里倒避子汤？真是30加女性的处境就是很割裂啊！父母总担心你不生孩子，公司总担心你要生孩子，我们说什么他们都不听。哎，要不咱们以后面试把父母带上吧，啊，让你的 HR 大战你的 FM。HR 说：“哎呦，招不了啊，他来我们这儿会生孩子。”父母说：“哦，来你们这儿会生孩子。”哎，多新鲜呐！在家跟我说死都不生，来你们这儿就非要生，你们这是办公室还是生产队呀？啊，你这发的什么 offer？ 令人胎动的 offer？ 但是你说我们30加女性考虑生育，那也无可厚非嘛。因为医生专家都不断的说，如果女性要生育，最好在36岁以前。哇，这话在我听来就像是我的每一颗卵子上面都刻着一排小字 ，best use before。而且我们女性生育还是有个 deadline 的，我又不像男人一样至死都是有生育力的少年，我绝经了我就绝后了，我就没有卵用了。是会焦虑的啊！前段时间我还带着我的生育搭子去了趟医院，检查完之后啊，医生跟我说，他说你要孩子你就不要抽烟，不要喝酒啊，不要熬夜，不要吃外卖，不要抑郁，不要焦虑啊，不要压力过大。听完我就压力过大，当晚就失眠了啊，就想熬夜、抽烟、喝酒、吃外卖。而我的搭子哦，他只需要不抽烟，而他本来就不抽烟，所以他只需要做自己就能做爸爸。哇，我真的好嫉妒他！我现在甚至希望他染上烟瘾再戒掉。哎，我突然感觉妈妈爸爸这个组合好像凤凰传奇呀。女方竭尽全力，男方毫不费力，双方平分传奇。男方仅有的存在感就是女方说要不要孩子呀？他说要。然后女方生了孩子之后，男的说哦耶哦耶。妈妈爸爸这种职称难道不应该按劳分配吗？对吧？妈妈把孩子生下来，那男的首先是哥哥，表现良好了封为叔叔，犯了大错贬为弟弟。以后改过自新，努力奋斗，功高盖我了，可以把他扶正为爸爸。
以后这男的要震慑孩子，都会对着孩子大喊说：“放肆！为父可是你妈妈亲封的爸爸。”现在确实啊，嫉妒已经使我有些丧失理智了啊！我现在有时候会甚至看着我的搭子，心想，明明我俩之间他是那个更适合生孩子的呀，啊，他比我健康，比我健壮，而且我们女性生育会出现的什么脱发、痔疮、大肚子，那都是男人中年本来就要得的。不如顺便怀个孕，这样都没有人嘲笑你了。都会来宽慰你说：“哎，做父亲的哪有不得妇科病的？”对于孩子，我现在真的是既怕生又怕养啊！我很怕我有了孩子，我的孩子就有了软肋，因为他妈是一个脱口秀演员，以后这个孩子在外面，别的小朋友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击碎他：“你妈好尬呀！”而我如果真的当了妈，万一啊没有平衡好孩子和段子，那我确实就会变尬。到时候我可能会去道德绑架我的孩子，说：“妈妈生你之前不知道有多好笑，要不是生了你，妈妈早让人笑死了。怪你个不孝子！”我都不敢想象以后我的孩子写作文会怎么写我啊。我的妈妈是一个脱口秀演员，她每天晚上都不在家，她要么在剧场，要么在酒吧，整晚跟人嘻嘻哈哈。夜深人静了，她才回到家。昏暗的台灯下，妈妈佝偻着背，那是她看自己的段子笑弯了腰。妈妈陪伴观众的时间比陪我的时间还长。我难过，但也理解，毕竟观众是妈妈的衣食父母，也就是我的外公外婆。我问妈妈，为什么这么忙还要生我呀？妈妈说：“傻孩子，当然是因为再不生我就没有卵用了呀。”我问妈妈，非得用吗？妈妈说：“当然不是呀，我用只是因为我想遇见你呀。你看你王阿姨、张阿姨他们都没有用，我们都过着自己喜欢的人生呀。”好了，妈妈要去演出了，有什么事情就找我的老公，也就是你的弟弟。妈妈的老公叫弟弟，我妈妈太幽默了，不愧是《喜剧之王》单口季第1季的冠军啊！外公外婆们的眼睛是雪亮的。刚才这些话都是孩子说的啊，大家如果听了的话，就往心里去。